Hello， 大家好，宠粉的一泰又来啦。最近红星和张丹峰离婚的事情上热搜，众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张丹峰的经纪人毕莹又在作妖了。不过结果就是，到底离没离搞不清，真的搞不清啊。这些年娱乐圈被爆出来出轨、小三插足的事情屡见不鲜，有些夫妻发小作文声讨，有些则是不计前嫌继续生活。今天一泰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些被小三插足的明星夫妻吧。红星张丹峰，首先要讲的当然就是红星张丹峰的离婚事件了。5月1号，一泰和大家一样都还沉浸在愉快的假期中，不料当天凌晨2点，红星发了一条微博，称自己和张丹峰不再是夫妻关系。这条微博还被发了3次，网友留言说怎么发那么多遍，红星则回复说某人一直删除我微博。随后张丹峰便也在微博回应道对，不过了，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只是不知为何后面还配了3个捂脸的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配合开玩笑哄生气的老婆开心，而后他又看起来像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在评论区各种对网友。网友们之所以是这个反应当然是有原因的呀。早在2019年，张丹峰就被爆出和自己的女经纪人毕莹一起吃火锅，并且在酒店房间独处了3个小时。网友又扒出张丹峰和毕莹的多个同款和情侣款，还有他们之间相处的种种细节，让两人的关系显得更加暧昧不已。还有这张照片，你们真的能分出来哪一对才是夫妻吗？虽然红星那时候站出来力挺丈夫，但这之后张丹峰的口碑还是一落千丈，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事业和形象也都一蹶不振。虽然他极力否认和辟谣，还经常和红星维持着恩爱夫妻的人设，但出轨渣男这个标签还是和他牢牢绑定在了一起。不过这次婚到底离没离呢，还真说不好，其中原因就很抓马了。当事人没有出来回应，反而是毕莹发了条微博撇清关系，表示两位老师吵架归吵架，别拿离婚开玩笑，这么发展我真是说不清了。你说大家是该信当事人呢，还是该相信一个外人呢？王宝强、马龙，讲到小三插足，必须得提到的就是王宝强和马龙的离婚大戏了。这个事件可是把整个娱乐圈都搅了个天翻地覆，一度成为了娱乐圈的热门话题，网友们也是各种调侃、吐槽、爆料不断，可谓是风风雨雨闹了好一阵子。这对夫妻不仅是明星圈的红人，也是许多人眼中的模范夫妻。但是在这个浮华的圈子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场闹剧中，王宝强和马龙的离婚原因是马龙出轨，而且还是跟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勾搭在一起，这让王宝强一气之下爆料了马龙出轨的证据，并且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文字，引发了全民关注和各种热议。宋哲不仅劝诱马龙离婚，还试图将王宝强逼上绝路，真可谓是害人不浅啊。最后宋哲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一切皆有因果报应。在这场离婚事件中，王宝强和马龙的纷争简直就是娱乐圈一出大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有人支持王宝强，认为他勇敢揭露小三的真相，有人则认为他过于情绪化，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复杂。而对于马龙，更是被舆论抨击为渣女，甚至在电视剧中被人拿来做嘲讽的素材。但其实王宝强已经是非常不念旧情了。据爆料讲，马龙和宋哲联手转走了王宝强的财产共计900万，而马龙的父母也掺和其中。可能考虑到儿女，王宝强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当时离婚的时候，王宝强的账户上没有钱，陈思诚借给了他300万，可能这就是后来两人能一直合作的原因吧。网友更是笑称，王宝强可能是娱乐圈最后一片净土。当时马龙和宋哲为了抓到王宝强的把柄，甚至还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结果什么都没有抓到，反而让大家看到王宝强认真交税、坦诚做人、爱妻顾家的内在。现在王宝强也被拍到有了新的恋情，希望他能找到真正爱他的人。潘粤明、董洁和潘粤明的离婚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娱乐圈最为轰动的事情之一。当时两人的感情生活被外界广泛关注，直到2013年初，卓伟爆出了董洁与王大治的不正当关系，这才让整个事件迎来了惊天大逆转。董洁和潘粤明的婚姻曾经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两人感情一直都非常稳定，甚至在所有人眼中，他们都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但是突然有媒体报道董洁和潘粤明婚变，这时候董洁没有出来辟谣，却是突然宣布与潘粤明离婚，而且还将离婚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潘粤明身上，指责他有毒瘾、粗暴无礼等种种罪名，这让一度备受尊敬的潘粤明形象瞬间崩塌，成为了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当时不少网友都站在了董洁这一边，支持她挣脱不幸婚姻的束缚。但是事实往往比想象中更为复杂，4年她与王大治的不正当关系也被曝光，这让董洁的形象瞬间大毁。
同时也让潘粤明得以洗刷罪名，成为了被冤枉的受害者。可事业仍旧一蹶不振，直到白夜行才凭借精湛的演技又从回到大众的视野，从恩爱到分手，从分手到离婚，再从离婚到互相指责，两人浮浮沉沉多年，原以为不会再有交集的两人迎来了世纪大和解。2月5日，已离婚有11年之久的两人，不仅互关了微博账号，还公开互动为儿子庆生，让人不禁怀疑两人是否有复合的可能。庾澄庆、伊能静。庾澄庆和伊能静相识于1987年，当时伊能静刚出道，而庾澄庆已是实力派歌手，两人开始了长达13年的恋爱长跑。2000年，他们在美国举行了婚礼，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婚姻并没有给这对夫妻带来永远的幸福。2004年，伊能静和黄维德在北京被拍到手牵手，随后这起牵手门事件成为了导致他们离婚的导火索之一。只是伊能静表示自己并没有出轨，和黄维德只是朋友关系，但看来庾澄庆并没有认可这种说辞。不久之后，庾澄庆和伊能静的婚姻宣告破裂，两人以离婚告终。除了牵手门事件，庾澄庆和伊能静的离婚还有其他的原因。有报道称，两人的家庭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也成为了两人感情破裂的一个因素。伊能静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而庾澄庆则出身名门，家庭背景的差异让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隔阂，导致了两人的婚姻短暂而悲惨的结束。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的婚姻以离婚收尾，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庾澄庆继续深耕音乐事业，拥有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伊能静事业重心转向内地，拍戏、参加综艺，也拥有了爱她的秦昊，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文章马伊琍。2014年3月28日，一组文章和姚笛在街头缠绵的照片被拍到，这张照片彻底打破了网友们心目中文章和马伊琍的幸福形象，也让这对曾经被视为圈内模范夫妻的两人的婚姻陷入了危机。当时马伊琍正怀着第二个孩子，这也是网友愤愤不平的原因。面对疯狂的媒体追逐，马伊琍没有选择站出来谴责文章，而是发文表示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番话也让许多人感到暖心。而文章则在3月31日发出公开声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向妻子道歉，并表示会为此付出一切代价。虽然马伊琍原谅了文章，但这次事件对他们的婚姻已经造成了无法抹平的伤害，修补这个家庭的裂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反而在2019年宣布离婚。马伊琍在微博上发文：你我深爱过，努力过，彼此成就过，此情有憾，然无对错，往后各生欢喜，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坦然和祝福。文章也在微博上回应：我爱伊琍，同行半路，一别两宽，余生漫漫，依然亲情守候，向马伊琍表达了感激和歉意。从原谅到离婚，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波折和痛苦。虽然马伊琍选择了原谅文章，但是这份宽容和理解并没有改变最终结果的命运。但也许正如马伊琍所说，这段婚姻此情有憾，然无对错。两人的感情虽然最终有了遗憾，但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这种结果只是因为各自的人生轨迹不同而导致的。感情的成败不应该用对错来衡量，而应该珍惜彼此之间的付出和经历。买超、张嘉倪。买超和张嘉倪也是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一对夫妻，两人在婚后生活中也向观众们展示了甜蜜的一面。虽然他们没有举办婚礼，但是张嘉倪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却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场浪漫婚礼的心愿。然而，当2019年传出买超出轨的消息时，这段感情开始瓦解。有媒体拍到买超深夜在酒店里接女生上楼的照片，经过网友的深扒，确认这名女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在校大学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女生在微博上表示只是去参加聚会，但是买超没有向公众解释她与张嘉倪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婚内出轨，还是已经离婚没有公开。张嘉倪则在微博上公开发了一条爱得起放得下的微博，预示着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事情的真相至今仍然未明，但是张嘉倪已经开始放下这段8年的感情，重新回归到工作中。在2023年年初的 GQ 盛典活动中，她穿了一件皮草装扮，惊艳了不少网友，展现了自己独立自强的一面。而买超在新年时也和女生一同聚会，似乎已经不再被感情风波所影响。买超曾在电视节目中表示，两人的感情没有生离，只有丧偶，但是现实却是这么残酷，爱情路上的颠簸难免会有，重要的是能够珍惜当下，坦然面对未来。
仪态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们能够和自己的幸福长长久久。岁尾又到了娱乐圈各大盘点时刻，回顾这一年的娱乐圈发生了不少事情，除了劣迹艺人接连翻车外，离婚的明星夫妻们也是出奇的多。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如若不是迫不得已，利益捆绑的明星夫妻也不会轻易离婚。接下来仪态就和大家顺着时间线盘点一下2021年离婚的明星夫妻，看看哪一对最令人可惜。左小青和高权健11年婚姻。2010年，左小青选择嫁给大她20岁的富商高权健，当时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第二年7月，左小青生下了一个女儿，此后关于她的婚姻生活就没有消息了。还是今年她参加《姐2》在节目里自曝是单亲妈妈，大家这才知晓她的婚姻出现了变故。可能是为了平息舆论，左小青随后发文官宣离婚，重点强调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快乐人生就好啦，心态十分洒脱。焦恩俊和林千玉6年婚姻。作为古装男神的代表人物，焦恩俊凭借李寻欢、二郎神等角色一度成为台湾当红小生，哪怕现在已经53岁了，状态依然很好。不过焦恩俊的婚姻生活一直没能美满，他在经历了第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今年4月份宣布和第二任妻子林千玉离婚。这段维系了6年的婚姻结束的并不愉快。2020年，林千玉就在节目中自曝，她和丈夫已经冷战2年，4年又说和焦恩俊的婚姻是业障，这似乎引起了焦恩俊的不满。今年3月的最后一天，他不仅发文质疑了林千玉业障的说法，还直接透露了两人已经分开的事实。赵丽颖和冯绍峰2年半婚姻。他们二人的婚姻开始的猝不及防，结束同样出人意料。4月23日，赵丽颖和冯绍峰突然官宣离婚，文案一股岁月静好风，十分平和。算起来，这段婚姻存在时间还不到3年，连场婚礼都没有，就已经走完了结婚生子、离婚的流程，相当快节奏。不过回头看，两人无论是情感经历还是生活理念都并不相容，他们走到这一步或许并非意外。佟丽娅和陈思诚7年婚姻。在5月20日这个全员秀恩爱的日子里，佟丽娅和陈思诚突然官宣离婚，双方的分手宣言也是相当体面。回想当年两人因为合作《北京爱情故事》而相识，陈思诚对佟丽娅展开猛烈攻势，佟丽娅却一度犹豫，还是在好友杨幂的撮合下，这才促成好事。2012年公开恋情，2014年举行婚礼，然后怀孕生子，一路水到渠成。然而仅仅是婚后半年，陈思诚就被拍到了夜会美女。没想到的是，佟丽娅居然第一时间选择了原谅。随后陈思诚开始了习惯性绯闻，仅仅是2015年就被媒体拍到了2次，甚至在有了儿子后，这种消息还是没有停止。一次次原谅之后的佟丽娅终于是觉得累了，于是对陈思诚不再寄予希望，剪掉了长发，换上飒爽的短发，重新搞事业。从电影到综艺再到春晚，佟丽娅活得越来越漂亮。事实证明，结束了这段婚姻，佟丽娅越来越好了，即便是女团出道也是美艳无比。福原爱和江宏杰4年半婚姻。对比起赵丽颖和佟丽娅，福原爱离婚的时候就有点一地鸡毛了。要知道，在《幸福3重奏》里，这小两口可是每天亲亲100次我爱你从不离口，生活与社交平台上都处处撒糖。可当初有多甜，后面闹翻的时候却有多心酸。福原爱控诉江宏杰长期对自己语言暴力，还骂她像妓女，而江宏杰则声称福原爱长期不回家看孩子，还疑似出轨，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2021年7月8日，他们共同发表声明，结束彼此的婚姻关系。离婚后，福原爱在东京奥运会上出任乒乓球解说，又花3亿日元买下豪华公寓，开始独自美丽之路。欧弟和郑云灿7年婚姻。2021年8月4日清晨，欧弟发文正式宣布与郑云灿离婚。对于为什么要选择离婚，欧弟说，世上多一对怨偶，不如多2个可以给更多爱的爸妈，足见他们6年来婚姻的不和。郑云灿是欧弟的粉丝，本来是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而那场婚礼上，天天向上的主持人全部到齐，汪涵是婚礼主持人，可以说场面很大。4年5月，他们的女儿出生，3年后他们又迎来了2女儿。那段时间，他们的婚姻是甜蜜的，而郑云灿也成了很多粉丝羡慕的对象。
然而这种美好没有持续几年，在2020年，他带着老婆郑云灿上了综艺《婆婆妈妈》，节目中两人的情感明显有了变化。欧弟还笑着跟林志颖夫妇说，他很现实，我只要变胖的时候，他就看都不看我。同时郑云灿也自曝和欧弟吵架会冷战，最久的一次3天不讲话。艺人的情感问题能在综艺节目中肆无忌惮地聊出来，显然是一种征兆。果然今年8月份，欧弟就官宣了离婚的消息。离婚后，欧弟事业依然没有什么好转，如今43岁的他也加入了直播大军。李诞和黑尾酱2年半婚宴。2017年，李诞在吐槽大会中爆火，成为脱口秀演员的天花板。而另一边的黑尾酱事业却没有多少起色，只挂了一个李诞女友的标签。于是与很多渴望安全感的女人一样，黑尾酱想要一场婚姻，而李诞也给了。2018年11月13日，29岁的李诞在奇遇人生中首次公布结婚喜讯，甚至两人趁势还接拍了婚拍的广告。婚后两人隔3差5就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而他们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李诞更是晋升到明星的行列中，上了各大综艺。而两人的情感转折点便是李诞深陷酒吧风波，他被网友扒出与陌生女子舌吻。这件事后，两人的互动就明显少了很多。就在今年8月份，有网友在线曝光了疑似李诞的朋友圈，传出了他和黑尾酱离婚的消息。之后，李诞工作人员也证实了两人已经在年初签署了离婚协议。算算时间，距离李诞在节目上自曝完婚也只过去了3年。离婚后，李诞在书中写道：“婚姻带给我巨大的痛苦，这段婚姻的结束对于他们双方可能都是一种解脱吧。”汪小菲和大 S 10年8个月婚姻。一个是大明星，一个是富家子弟，两人自从10多年前步入婚姻殿堂那一刻起，就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要知道，当年汪小菲和大 S 可是在仅仅认识28天之后就火速闪婚的。对此，大 S 还自豪地表示：“我说我就是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我要嫁给他。”2014年，两人诞下长女汪虚月，2年后又诞下小儿子汪希林，一家4口可谓幸福美满。2021年3月22日，两人结婚10周年之际，汪小菲晒出与大 S 合照，并发文庆祝：“老婆、小女儿10周年快乐！再过10年，希望你还愿意。”可是祝福之声言犹在耳，8个月后，也就是11月22日上午，大 S 突然通过律师发布声明官宣离婚。可能谁都没有想到，这下一个10年的第一年，竟是两人感情终结的元年。李湘和王岳伦12年10个月婚姻。一个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主持人，一个是拥有万贯家财的钻石王老五，二人的结合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强强联手。结婚前几年，两人也是广撒狗粮，大秀恩爱。特别是生下女儿王诗龄后，一家3口总是其乐融融地出现在大众面前，令无数人羡慕。然而，早在2017年就有了两人感情生变、私下签署离婚协议的传闻。但随后几年，他们通过综艺、社交平台等不断亲密互动，渐渐地打消了大家的猜想。谁知2021年11月30日凌晨，王岳伦突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自己与李湘离婚的消息，文末还不忘内涵一下前妻早有意中人。虽然很快删除，但还是被大家看到了。就在王岳伦发布离婚声明的第3天，李湘发布了一张意味深长的图片，上面是一盘绿色蔬菜，似在暗喻王岳伦出轨，自己被绿。王力宏和李静蕾8年婚姻。就在2021年的最后1个月，王力宏官宣离婚，表示与前妻李静蕾是和平分手，并拜托外界不要打扰女方。结果还不到3天就被打脸了。17号深夜，李静蕾发4000字长文控诉王力宏婚内出轨、催生，让他一人承担怀孕生子、育儿压力，转移财产，逼着签婚前不平等条约等等黑料。这篇长文就像一枚重磅炸弹，虽然是发在深夜，但还是马上引爆一波冲击。英菲尼迪、读书郎、周大生珠宝纷纷与王力宏解除合作，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娱乐圈取关操作，两人在放锤否认中来回横跳。就在19号晚上，王力宏还发文称绝对没有对婚姻不忠，斥责前妻李静蕾的5000字控诉为不实消息，并强调李静蕾向自己索要2亿元。他还称结婚8年一直活在对方的恐惧、勒索、威胁之下，暗指对方逼婚，还说结婚半年不到就开始看心理医生，结果被李静蕾一一反驳，还晒出心理学专家的诊断，表示王力宏出轨成瘾，曾和16岁的师妹关系亲密。多重压力之下，王力宏终于发文道歉了，最后以暂时退出工作作结。
回顾当年王力宏宣布与李静蕾在一起的时候，无数人还羡慕嫉妒恨，可如今果然完美的人设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年初有郑爽代孕大瓜开局，年末有王力宏人设崩塌作结，这一年还真是有始有终。汪峰与章子怡，汪峰与章子怡的婚姻在2015年12月27日正式注册结婚。他们的婚姻经历了许多波折和考验，但始终保持着稳定和幸福的状态。在结婚初期，他们经常公开秀恩爱，参加各种活动和综艺节目，展现了夫妻之间的默契和幸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婚姻开始面临挑战。汪峰曾经有过多次婚姻和感情经历，而章子怡也是一位备受关注的人物，他们的婚姻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猜测。然而，就在2023年10月23日，双方当事人宣布结束婚姻，令人颇为费解。娱乐圈的离婚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分分合合，让人想起了那句话：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这并不代表婚姻本身是不可靠的。婚姻是一种需要用心去经营和维护的关系，明星们在婚姻中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可能比普通人更多，但同样也有很多人能够维持幸福稳定的婚姻关系。总之，婚姻是一种需要用心去经营和维护的关系，无论是娱乐圈还是普通人，只要夫妻之间相互信任、支持和理解，就能够实现幸福和稳定的婚姻关系。冯绍峰与赵丽颖，2019年1月1日，冯绍峰和赵丽颖宣布结婚。两人在拍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时相识并相互爱慕，不久后两人便公开恋情，并迅速结婚生子。然而在2021年5月，两人却突然宣布离婚。据悉，他们离婚的原因可能与彼此的性格差异、家庭背景以及事业规划有关。虽然赵丽颖曾为了家庭暂缓了事业的发展，但两人的关系终究无法维系下去。黄晓明与杨颖，2022年1月28日，黄晓明与杨颖宣布离婚，结束了长达6年的婚姻。两人相识于2010年，当时杨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嫩模，而黄晓明已是圈内当红小生。在经纪人的运作下，杨颖获得了黄晓明的芳心，甚至还挤走了他的前女友李菲儿，成功上位。得益于黄晓明的帮助，杨颖的资源有了很大的改观，很快就接演了一系列作品，身价也持续上涨。2015年，黄晓明斥资2亿为杨颖举办了一场盛世婚礼，自此杨颖也算是嫁入豪门，成为了教主夫人。婚后，杨颖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虽然经常被吐槽为花瓶，但她的片酬却是实打实的。然而到了2020年，黄晓明和杨颖却频频传出离婚传闻，两人也不再像之前一样频频互动，网友们都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终于在2022年1月，两人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离婚，并表示未来会共同抚养孩子。想当初，两人的结合并不被大家看好，毕竟杨颖跟黄晓明的咖位相差太大。但他们毕竟携手走过了6年的时间，如今两人分道扬镳，难免会让人觉得惋惜。杨幂和刘恺威，刘恺威和杨幂在2010年拍摄《如懿》时相识，两人因戏生情，2012年公开恋情，2014年结婚，同年迎来了女儿小糯米的诞生。他们曾经是娱乐圈内的模范夫妻，经常公开秀恩爱，令人羡慕。然而，随着事业的发展，刘恺威和杨幂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内地。刘恺威作为香港演员，在内地市场并不占优势，而杨幂则凭借《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作品，成为了当红女演员。双方的事业差距逐渐拉大，聚少离多，导致感情变淡。此外，关于离婚的原因，有传言称是因为刘恺威与王鸥传出绯闻，也有传言称是因为杨幂事业心太重，导致两人聚少离多。在多次传出婚变传闻后，刘恺威与杨幂最终选择离婚。离婚后，小糯米由双方共同抚养。吴倩和张雨健，吴倩和张雨健在电视剧《我只喜欢你》中因戏生情，但他们一直没有公开承认。直到2019年10月，路人目击到吴倩和张雨健手挽手在汉街逛街，随后又有两人一起做头发、摸头杀等亲密行为被曝光，但他们仍然没有承认。直到今年2月14号，吴倩与张雨健正式宣布离婚。虽然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所代表的意思却一样，那就是结束了彼此的婚姻关系。张雨健在微博上留言说道：“感恩曾经美好的回忆，未来漫漫长路，我们还是孩子的父母与彼此最亲密的好友。”他特地艾特了吴倩，让大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吴倩在微博上留言说道：“单身姑娘们的情人节约会。”在曝光的画面中，吴倩与女儿开心地追逐玩耍，甜美的笑容似乎透露出离婚后的喜悦。王菲和李亚鹏，
王菲和李亚鹏的婚姻在娱乐圈备受关注。他们的恋情始于2004年，当时两人在一次活动中相识。2005年，两人结婚，成为夫妻。在结婚初期，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还一起参加了一些慈善活动。然而，在婚姻期间，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李亚鹏曾经因为投资失败而负债累累，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此外，王菲和李亚鹏的工作也让他们经常分开，这使得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最终，在2013年，王菲和李亚鹏宣布离婚。王力宏与李静蕾，2021年12月15日，王力宏在社交平台宣布与妻子李静蕾离婚。两人于2013年结婚，育有3个孩子。王力宏是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音乐人、演员和导演，曾为粉丝们带来了无数经典作品。而李静蕾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两人在一次活动中相识，并迅速坠入爱河。王力宏和李静蕾的婚姻在初期曾被视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然而在2020年，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最终在2021年底，他们决定结束这段长达8年的婚姻。陈思诚和佟丽娅的婚姻在娱乐圈也曾备受关注。他们的恋情始于2011年，当时两人在拍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时相识。2012年3月17日，两人在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中公布恋情。2014年1月16日，两人在大溪地举行婚礼。在结婚初期，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和综艺节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婚姻逐渐出现了问题。陈思诚曾多次被爆出出轨的丑闻，这使得他和佟丽娅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虽然佟丽娅在公开场合表示相信陈思诚，但他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最终，在2020年，佟丽娅和陈思诚宣布离婚，结束了长达9年的婚姻。董洁与潘粤明，董洁和潘粤明的婚姻也曾是娱乐圈的焦点。两人在2005年因合作拍摄电视剧《红一方》而相识并相恋。2008年，两人结婚，成为了夫妻。在结婚初期，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还一起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和慈善活动。然而，他们的婚姻在2012年出现了裂痕。董洁被爆出与王大治激吻的视频，这使得他和潘粤明的婚姻陷入了危机。虽然潘粤明在公开场合表示相信董洁，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最终，在2012年，董洁和潘粤明宣布离婚，结束了长达4年的婚姻。王宝强与马蓉，两人于2007年相识并相恋，2011年结婚。然而，当马蓉嫁给王宝强之后，她开始觉得王宝强并不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并且变本加厉和宝强的经纪人搞在一起。2007年，马蓉与王宝强的相遇仿佛命中注定，在娱乐节目中结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然而，婚后的日子并不如他们所愿。马蓉对物质生活的贪求和对社交圈的渴望，让她开始和经纪人宋哲有了不正常的关系。马蓉的父母为了谋取利益，甚至以不择手段的方式试图获取王宝强的财产。这一系列行为使得马蓉在婚姻中产生了不满，走向了不忠。王宝强和马蓉的婚姻在2016年8月14日正式结束。贾乃亮与李小璐的婚姻在初期是非常幸福和被公众所称道的。两人于2012年结婚，并生下女儿甜心。然而，这段看似完美的婚姻在2017年开始出现了裂痕。在2017年底，李小璐被爆出与嘻哈歌手 PG One 共度良宵，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贾乃亮最初选择了相信李小璐，但这一事件成为了他们婚姻破裂的导火索。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贾乃亮为了挽回婚姻，尽力地讨好李小璐，甚至在某段时间内疯狂接拍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只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来满足李小璐的物质需求。然而，尽管贾乃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两人的婚姻最终还是没有挽回。在2019年10月，贾乃亮和李小璐宣布离婚，正式结束了这段长达7年的婚姻。他们的离婚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许多人对他们的婚姻破裂感到惋惜和遗憾。那么，你看完娱乐圈的明星离婚后，你还会相信爱情吗？评论区下方